美利坚合众国。但于1776年，我们的国家是根据法律承袭以宗教为根基的自由而繁衍出来的。有丰厚天然资源的福音，加上富工业经验和道德纪律的先锋人才，我们国家变得强大而繁荣，并发展出有史以来人类建构的最好的政府制度。美国很快成为世界的疲乏者、饥饿者和贫穷人的避难所。数以百万人遗弃旧世界的一切，投奔奖励主动精神、勤奋和毅力的土地，从新开始。那数百万人不是来找安慰和希望的，他们确实知道自由和机会的堡垒已经存在，在那地方，梦想可以成真。今天，我们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似乎更富裕和强大。新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曾经只有富人能享受的奢侈品变得普及和可负担，物业拥有权广泛起来，而我们的人民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抱有期待。然而，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只能短暂地享有物质的增长，因为他们的自由正在萎缩。叫人惊骇的现实是，美国远离了其可嘉的初衷。我们的人民和企业在沉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负担下呻吟，就是我们国家大肆偏离了令它伟大的基础真理的结果。若要美利坚合众国克服万难，广大的公民必须再次明白、拥护并活出这些历久不衰的概念。这概念就是美国主义。究竟是什么使美国变得伟大并与众不同？是天然资源吗？不，其他地方也一样有福音。是人吗？不，建造美国的人均来自其他地方。是政府的计划与智慧促成我们的国家到高峰吗？也不是。不是政府所做的令美国伟大，而是制止政府去做的令美国伟大。使美国与众不同的是个人自由，自由去工作、生产、成功，尤其是保存劳动的成果。美国之所以变得伟大，正因为令人窒息的强势政府被抑制了。但美国的自由并非完全不受约束，美国人刻意选择以道德规律来限制自己的行为，例如实践、个人道德和有限的政府，这组合塑造美国的特质，使它羡煞世界。当我们的开国元勋决定受够英国的压迫时，他们分裂并宣布独立。他们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里订立不证自明的真理，就是人从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换而言之，上帝赋予了人类权利，当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在接着下一句话中，元勋们定义了政府的正当角色。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建立政府。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哲理基础。在这里，政府不得自行重新分配财富，以权力凌驾人民性命，并以压迫性的税收、规则和掣肘支配人民的生存。根据开国元勋的精神，政府是要成为消极的力量，不干预人民。政府的唯一功能是保护公民免彼此侵害，免受外国政府侵害，更甚免受政府本身的侵害。开国元勋并每设定政府为人民做事的积极力量，从一些人支取给予另一些人。他们明白，当政府开始为一个公民做事时，必须从另一个公民那里支取才可，并从此过程获得对两者的控制。
英国的统治者不接受独立宣言，因此我们的祖先不得不战争以确立独立宣言。到1783年，独立战争已经获胜，英军被送返海上。但当时的政府制度很弱，它无权解决各州分之间的纷争，也无权为国防等正当的需要征税。因此，在1787年，来自13个州中的12个州代表在费城开会，去修改制度，并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政府结构，称为美国宪政、美国宪法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为了信守宣言的震撼主张，宪法是为了监督政府而铸写，不是监督人民，也不是监督各州。每个州都是独立无上的主权监护人。开国元勋创建了一个有严格权限的中央政府，这让各州自由地互相竞争，成为最好的州。最少税收和掣肘的州份，令公民想在那里成家立业。竞争精神产生优秀，诚实的竞争从来都是产生优秀的。重要注意的是，宪法从没对人民强制推行，反而被送回各州经过批准程序。有几位开国元勋还写了文章，理由说美国人采用这种新的政治。一些文章由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撰写，被收录到《联邦主义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之中。这些文章为开国元勋建立我们政治的目的提供了宝贵的见解。结果，所有13个州都通过了宪法，并每州都将宪法首10项修正案批准为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进一步约束了联邦政府的手臂。这些修正案的确是讲有关权利，但如果权利法案被标注为限制政府的法案，就更适当。为什么？因为权利法案从未赋予公民任何权利，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唯一目的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保护人由上帝赋予的权利。开国元勋甚至坚持，国会于言论、宗教、新闻、集会、请愿权、管有及携带武器权等事项上不得制定法律。这些修正案是直接针对联邦政府，而不是针对个人和州。它们就像十诫中的多数条例，本质上是你不可。权利法案说国会不得，一直到神奇的第10修正案，实际上说，就算漏了列举，国会也不得做。当本杰明·富兰克林离开制宪会议时，一个女人问他：“先生，你给了我们什么？”他立即回答：“一个共和国，夫人，若你能保存它。”然而，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被说服，以为我们国家的政治是民主制而非共和制。这两者之别，对理解美国主义和美国体系至关重要。我们讨论政治之前，应处理已经传播已久有关政治频谱的谬误。许多人被误导，政治频谱如共产主义者的团体置于最左，法西斯主义者或独裁者在最右，而政治温和派或中间主义者置在中间。但更准确的政治频谱应将零权力的政府放置最右，拥有100%权力的放置最左。在最右端的是没有政府，在最左端的有集权政府，当中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君主、统治者、独裁者、皇帝、集权政府的任何形式。声称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是右翼的人，从未定义其意思，这就等于散播谬误。在政治频谱中间的，可见政府的类型有仅限保护人民权利的角色，那就是美国宪法所在。倡导这政府形式的人其实是限制温和派，因此让我们分析政府的基本形式，他们是君主制或独裁制，由一人统治；寡头制由少撮人统治；民主制由多数统治；共和制由法律统治；和无统治者、无政府、无人统治。在讨论这5种时，我们会发现可将范围缩到更小。先看君主制或独裁制，这形式的政府在实践上并不存在，它总是将其中一员放在团体的首位而已。国王有贵胄或爵士团，
每个独裁者都有他的官僚或政委，幕后的一般人。这不是一人统治，虽然有一人是可见得到的领袖，其实是由一个团体统治。所以，让我们排除君主制独裁统治，因它从不真正存在。寡头制由一个团体的统治，是历史上最常见的政府形式，也是当今最常见的政府形式。世上大多数国家都被少撮强权的人统治，因此寡头制虽留存。在另一端，有无统治者，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政府。当人回顾历史，发现许多极坏的罪行都是由政府犯下的，因此他们认为没有政府可能是好的，但这是错的，因为正如古希腊人所说，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我们的开国元勋同意并秉持某程度的政府在任何文明有序的社会是必须的。然而，在无统治者的状态下，每人都必须守卫生命、自由和财产，并家人的生命。每人都必须武装，且活动会受到严重限制，因为要全时间守卫自己的财产。文明社会的人总是雇佣别人进行守卫，警官、警察部队或某些政府部门。一旦执法到位，人民就更自由，他们可以离开财产，到田野工作等等。简而言之，适度的政府令每人都更自由。但有人主张无政府状态，并非因为他们不想要政府，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现有的政府。他们利用无政府状态作为改革工具。无政府的状况非常类似真空状态，需要东西填补充斥。充满机心的无政府主义者努力瓦解现有政府，透过骚乱、杀戮、抢掠和恐怖主义的手段。可惜，混乱中的人经常找那些结束混乱的人，并恳求他们接管和恢复秩序。谁是结束混乱的最佳人选？就是始作俑者。无政府主义者制造了问题，之后又制造由他们营运的政府寡头，他们就拥有集权。这正是在俄罗斯发生过，导致列宁得到集权；而在德国，希特勒的宗山军制造骚乱，送他上台。但无政府状态并非稳定的政治，它是从已存的状况变到事权者想要的迅速过渡。这状况只是暂时的，由于它不长久，我们也淘汰它。民主一词来自两个希腊词语 demos 即众人 ，kratein 即统治。democracy 因此意思是众人的统治，多数的统治。这听起来不错。但假若大多数人决定夺走某人的家、公司或孩子，会怎样？当然，这必须有个限制。民主制的缺陷是大多数人每被制约。若在民主制中，一半以上的人被说服要得某些东西，他们就会主宰。那共和制呢？这词来自拉丁语 res 即事物，而 publica 即公共，合起来即公共的事物、法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是政府受法律限制，不干预人民。美国的开国元勋有原封未开的石板去落寞，他们本可建立寡头制的。其实当时有人想乔治华盛顿成为国王，但开国元勋懂得历史，他们选择给我们一个共和制的法治，而非民主制的多数统治。为什么？让我们演示一下差异，用旧西部做背景。是想象在民主制行私刑的暴民，35个骑手追逐一个孤独的枪手，他们抓住他，然后投票35对1将他绞死，民主取得胜利。少一个枪手需要对付。现在想象在共和制的相同情况，这35个骑手抓住了枪手，投票35比1绞死他。但是警官到了，说：“你们不能杀他，他有权得到公平的审讯。”因此，他们将枪手带回城镇。枪手周边的人被选做陪审团，他们听了证词和辩护，决定是否要绞死他。陪审团的裁决是根据多数而定吗？不，裁决必须一致，否则枪手便被释放。枪手的权利不是根据多数决定，而是根据法律。这就是共和制的本质。许多美国人会惊讶地发现，民主一词并未在独立宣言或美国宪法出现。
甚至不在50州的任何宪法内出现。开国元勋竭尽所能阻止我们得到民主。詹姆斯·麦迪逊被贵为宪法之父，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10篇文章中写：民主制从来是暴乱和争议的汇演，从来与人身安全或财产全部兼容，且通常其生命是短暂的，并多在暴力中终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同意并陈述，我们是共和政府，真正的自由永远不会存在于专制统治或民主的极端。约翰·亚当斯《独立宣言》其中一位签署者说，民主制从不长久持续，它会很快自我荒废、消耗和缭断。开国元勋有充分的原因鄙视民主，因为他们知道早期希腊城邦的民主制产生了意想不到、最疯狂、权力过剩的政治。那时的希腊，有个叫索伦的人，敦促建立一个固定的法律体制，而不受众多奇怪论述所唆使。希腊人从未听取索伦明智的建议，但罗马人却采纳了。他们根据对索伦法律的了解，创建了罗马法的12铜表法，有效地建立了一个限制政府权力的共和国，而不干预人民。由于政府有限，人民可自由生产，并知道可保存劳动的成果。随着时间，罗马变得富裕和羡煞世界。然而，在丰庶之中，罗马人民忘记了自由的需要，他们忘记了自由的本质是适当地限制政府。当政府权力增大，人民的自由就缩小。当罗马人的警觉松懈，事权的政客便开始逾越罗马宪法所赋予的权限。有些人学懂以选举政客，运用政府公权力从若干人夺取财产，并转送给另一些人。农业补贴引进来了，其次是住房和福利计划。无可避免的征税增加，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强行实施。很快，罗马的生产商便无法维持生计，继而领取救济。生产力下降，短缺频生，暴民开始上街游走，索求政府面包和马戏、食物与娱乐。许多人被劝诱变卖自由以换取稳定。最后，整个系统崩溃了。他们从共和变成民主，最终在凯撒的推进下变成寡头统治。因此，民主本身不是稳定的政府形式，相反，这是从有限的政治逐渐演变成寡头制的无限统治。明白这一点，我们作为美国人，最终只剩下2个选择：我们可像富兰克林所说的，保存我们的共和制，否则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变成寡头制、精英暴政。正如对政治的误解很普遍，在经济领域，类似的误解也存在。长达整个20世纪，美国人都被引导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有着巨大的斗争。毫无疑问，斗争是存在，只是真正的敌人很少被正确辨识。若要有意义地讨论经济系统，必先定义术语。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术语之一就是资本，其定义是生产手段。为了说明何为资本，让我们想象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在一个小岛的沙滩上，一个船难者刚刚被冲上岸边，他没有食物，而且肚饿。他寻遍了该岛，但他找不到莓果、椰子或任何可吃的东西。他回到水中，试图赤手捕鱼，但失败了。所以他又回到岸上，找到了灌木丛。他折断一条树枝，咬严树枝末，弄个尖端。然后他带着矛回到水中，他捕到鱼了。他的矛就是资本，就是捕鱼的生产手段。他放弃了一些时间和一些精力去生产他无法吃的东西，而这东西却能协助他生产可吃的东西。因此，资本可以是工具、机械，
甚至是人手制的羽毛。在这情况下，试想前苏联、中国和古巴的共产党员一直使用工具和机械，那里的官员甚至是人民为资本。故此，根据严格的定义，共产党员不就是资本家吗？为此，每个人不都是资本家吗？因此，不是每个经济体系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吗？那么，共产主义制度的意义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区别在于资本的拥有权。究竟垄断性政权控制是资本主义，还是竞争性自由企业是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两个相反的经济体系之间，战争一直在爆发中。继续讨论之前，我们来定义自由市场。基本上，这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而在此，所有各方都可以完全的自由互相交易。但当有武力欺诈或损坏、伤害到一方时，政府的角色只限于惩罚那些犯下此类罪行的人，维护另一方的权益。这可以保护自由市场或自由企业系统的完整性，而无需加以干预。私有财产一词也需要厘清，因为私产拥有权和财产控制权是自由企业系统中的关键要素。令财产拥有权得以充实和完整，必须满足所有4项条件：持有权、控制权、使用权和将该财产处置的能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在拥有人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主张的情况下，这些条件是不受限制的。真正的财产拥有权和自由是两者并行，从来都是这样。现在，让我们比较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在竞争性自由企业系统中，资本或财产是同时私人拥有和私人控制的。在垄断性系统中，资本的持有权可以是私人的或政权的。但更重要的是，资本是由政权控制或由少撮控制政权的精英所控制。共产党宣言当中包含所有共产主义者和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基本教义，明确地宣扬摧毁和废除私有财产。卡尔·马克思声明控制资本的力量，并所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前和现在都是马克思为思想领袖的，也声明此理。政权控制的资本主义导致高物价和低质量。毕竟，若没有竞争，垄断制何须努力改进？另一方面，世界上诚实、节俭和勤奋的生产商更倾向竞争性自由企业系统的普及。这里，廉价和高质量会优胜，因为各生产商都追求吸引最多的客户。竞争带来优秀，且从来都是这样。正如政治频谱展示了不同政府权力的幅度，我们还可将不同的经济系统沿着另一个频谱绘列出来。这些市场被政府控制的模式与完全自由的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上世纪左右，基本上有4种由政权控制的经济形式，在经济频谱的最左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每个都由政府控制着资本，差异在于究竟政府直接拥有或控制多少资本。在法西斯系统中，政府不在文件上拥有业务，但确实可以控制它们。在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即使它没有企业的持有权，它却是只是持有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时生产、在哪里购买原材料、雇佣谁、开除谁以及定价多少，剩下他说都由别人决定。法西斯系统比其他政权控制的系统更有效率，因为活在旗下的人以为自己仍拥有自己的业务。厂长仍操心机械维修、员工关系、建筑物上油漆等工作，但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税收和规则控制持有人。在纳粹主义及民族社会主义，其支持者更进一步获得一些公司的拥有权。例如大众汽车，
但希特勒并没有抢夺其他工业巨头的拥有权，他纯粹控制他们，就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控制了企业一样。社会主义是政府官员拥有主要行业，如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等，以增加其对整个经济的操控。通过拥有这些重要工业领域的产权，并建立政府监管机制，社会主义者几乎获得对所有其他事物的操控。最后有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以上经济主义的祖师爷。某程度上，共产主义比法西斯更诚实，因为所有资本都是由政权拥有和控制的，而无需修饰。现在让我们结合政治和经济系统，因为最终它们是一不离二地存在。我们再次见到，只有两个最终抉择，一个是竞争性自由企业系统的共和制，另一个是垄断性政权控制系统的寡头制。有道德的人从来是美国力量不可或缺的元素。开国元勋深明圣经的教导，公义使邦国兴盛。他们还知道，期望一个共和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生存在无道德之下，这期望是徒然的。詹姆斯·麦迪逊警告过，单单有限制的政府是不足够我们国家的。约翰·亚当斯观察到，我们的宪法是仅为有道德和虔诚的人而设，对任何其他人组成的政府来说是完全不足够。乔治·华盛顿说，理性和经验都制止我们期待民族道德可在排除宗教原则下超越。然而，今天仍有人以为自由是经由许可的，而道德对于政治和经济来说是不重要或无关的。但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补充，只有品格高尚的人才有能力自由。随着国家变得腐败和邪恶，他们会更需要奴主。相对于美国主义，另一个就是在过去数千年批判绝大多数人类如奴隶般生活的主义。这是根据无限的人治，权力是寡头制恩赐的特权，政权应控制或拥有国家的资本，并所有经济活动均由中央指挥，道德则无关重要，而稳定比自由和机会来得更紧要。我们的国家继续偏离正轨，而使美国伟大的原则却被抛在一旁。对我们来说，简单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继续滑离国家的立国原则，还是返回我们由前人所继承的政治？对察觉出问题的美国人来说，没有时间了。他们必须决定，我们将怎样的国家留给后代。我们所需的，只是有足够数量的美国人参与争取自由的斗争，并将我们的国家回归到一个更少政府、更多责任和有上帝的帮助，一个更美好的世界。